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？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，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就像这样捂住，眼睛闭起来，把头往下低，然后来吸口气，吐出来。你注意一下，听你呼吸的声音。当你把耳朵捂住，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。有的人啊，他是比较粗的。有的人头一低，然后会感觉到这种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。有的人呢，呼吸起来啊会比较的柔顺，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。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，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你要知道，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啊，呼吸变得比较的快，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。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，同时呢，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啊，容易发脾气。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。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，比如在特殊的时候，你晚上睡觉这7、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，就是翻来覆去的，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，就是睡不好，往床上一躺啊就胡思乱想的，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。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，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，然后呢，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其实说来也巧，在很多年以前啊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啊，90多岁，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，特别是道家的静功。你会发现，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。道家的静功当中啊，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，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，都是在强调呼吸。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，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，就是叫做引导法。什么叫做引导法？顾名思义，通过一个手势，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。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？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，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，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，而且这么一坚持啊，就几十年下来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，头低下来，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，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，其实非常简单啊。我们把双手伸出来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，点住它，2个手指都点住，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。包裹住了，你看这个姿势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叫做卧固。那么在道家当中呢，这个也叫做子午诀。把卧固做好以后，我们把双手啊，身体坐直，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。你看这是肚脐，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。就这样放好，眼睛闭上，我们做3到4个呼吸，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。眼睛闭上，什么都不用去想啊，就正常呼吸就行。来，吸气。所有的朋友啊，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一起做。吐气，吸气，自己去感受一下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，我不能去讲话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，可以往前快进一些，然后把视频暂停，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。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。刚开始你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，它会越来越深。从刚开始的，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，慢慢的到往下，再到下面啊，越来越深，一次比一次深，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。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，然后呢，你再观察哪一点？观察我们的肚子，手放在肚子两侧，它如果起伏的话，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。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，你不用刻意的去练，你也不用去了解，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，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，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，这个就是腹式呼吸。同时呢，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，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
很多朋友发现啊，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。它变慢了以后，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，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无无的，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，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。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，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，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，比较躁的时候，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，呼吸10下。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、8个小时睡不好，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样的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，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，就这么放着，人正着躺。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，你侧着去握，手握着也行啊，把身体卷曲起来，这么侧着睡也行。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，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。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，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，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，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，会感觉特别的棒。你们这样一放，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，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了。你记住，呼吸的速率啊，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会呼吸的人，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把它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，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因为在别人那里啊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古人啊都非常重视拉筋，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筋长寿长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反过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人老筋缩，筋缩人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以后，如果你没有注重拉筋，那么你的筋就会缩短。筋缩短了以后，他慢慢的整个人就会怎么样？慢慢的蜷缩下来，就会变得很弱。所以呢，一个人特别是中老年人，想要自己的身体啊棒棒的，想要自己啊变得很强壮，整个体态非常的好，包括你的整个运行的一个状态，就要去拉筋。拉的不是筋，拉的是你的经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拉筋方法，这个方法叫做拿手。可以说甩手10次不如拿手这么1次，所以拿手这个动作你跟着去练，跟着去做一遍，你就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个核心，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始练习拿手了。那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感觉好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。拿手这个动作呢并不难，有一套口诀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。首先第一个是五指张开，整个手掌啊要打开来，然后呢这个手掌要折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无论朝哪个方向，这个手掌一定要把它折起来。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手肘啊要撑得直直的，你不能说做到某一个角度了，这个手肘就弯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综合来讲的话，是五指张开，手掌折，手肘直啊。把这几个讲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听一个经常听到的词，叫做腕口，手腕的口称之为腕口。那么腕口一般朝哪个方向，我们的手就朝哪个方向去做。好，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。那么我们首先做起始姿势，你看腕口是朝后侧的，手折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手开始旋转，腕口朝向前侧，腹部收紧，整个胸口挺起来。然后你看腕口朝前，手就朝前慢慢的往上举，举到和我们的肩膀平齐了以后，腕口慢慢的转向外侧。啊，你看转向外侧，转向外侧以后，再把它慢慢的向外侧打开，腕口朝外，啊，手往外侧打开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开窗户。你看，手朝外侧打开，就像开窗户一样。很多朋友开到头了，就发现了，有的人啊是手开始怎么样揪在一起了，有的朋友是手肘一下弯起来了。你记住，这叫做抻筋。啊，我们尽量的保持什么？手肘伸直，手腕折起来，手掌张开，然后保持一会儿。你即便啊很难忍，你稍微忍受一下，1到2秒钟以后转，腕口朝上，开始向上并拢。并拢了以后，你看
并拢还没结束，手要往上撑一下，你看，撑上去像顶着一个大石头，顶上1到2秒钟，腕口朝外，朝外了以后，你像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啊，你看天要塌下来了，你拖着它往上去撑，啊，撑上1到2秒钟，慢慢的往下，这就是散弓了。腕口朝下，腕口朝内，腕口朝下，散弓。好，做完一遍以后，把你的手握拳，稍微的活动一下，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前胸后背手臂都在怎么样撑开来。你只要跟着做，你都会感觉这些以往你不怎么用到的一些筋都开始撑开来了。所以这个动作就很多人说啊，我做上拿手一下，比我以前甩上这个甩手啊甩10几下、20下都要来得好得多。这就是拿手。那么拿手这个动作呢，现在所有的朋友啊，你掌握了以后，你就把手机放下来，我带着大家做一遍，做一个正常速度的，你们参考一下。先是起始姿势，好，来腕口朝前，慢慢的保持住，往上举，1到2秒钟。腕口朝外，慢慢转开来。好，开窗户，慢慢的来。这个开窗户不要着急，头往上看，头往上看，开来，打开到你的极限，保持1到2秒钟。转，腕口朝上，向上合并。好，到了顶部以后，手往上推，像顶着一个大石头拖着它，不让它砸下来。腕口转向外侧。转到你的极限，把你的胸背都挺起来，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往上撑，1到2秒钟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腕口朝内散弓，腕口朝下散弓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啊！做完以后自己活动一下手臂，活动一下你的后背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你想把背这么弯着，你都会发现不舒服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，每天做上一个3遍到5遍就行啊。拿手3遍到5遍，每天坚持去做，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的经络都打开了，整个筋啊撑开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，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。同时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我们这里啊住着一位非常厉害的老爷子，今年82岁。就是82岁的年龄啊，你如果不认识他，一打眼望过去啊，恐怕就以为他70多岁。身材挺拔又笔直，而且讲话他的这个谈吐，这个声音的洪亮程度，你就感觉这个人啊非常的年轻，思维也非常的敏捷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认识他，你是万万也想不到他在10年前的时候，用他的话来说啊，整个人啊就像瘫了一样，病殃殃的。今天不是这个麻烦来找他，后天就是那个麻烦来找他。我们为什么了解这么清楚呢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区当中，经常看到他，也经常和他在一起聊天。10年前的时候啊，他还是经常拎着一些东西啊往大房子里面跑，后面慢慢的开始了注重了锻炼了，整个人的状态就越来越好。有一个锻炼的动作他一直在做，一做就坚持了10年，是什么动作？叫做上下拍手，就是这个动作。用他的话来说，用这个动作让他重获了新生，让他感觉自己的原来的这高那高慢慢的就全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动作我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如果说你想做的话，可以跟着一起去练，每天只要坚持，你会发现运动量看似不大，但是慢慢的他整个状态都会往上去拔。好了，我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来讲动作。如果感觉有用的，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我们现在来看动作。那么这个上下拍手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首先记住手上的动作，上拍手和下后拍手啊，往下往后。在这个拍手的时候，是很多人是拍不了的。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手是背不过来的，所以你在拍的时候，记住了啊，把胸挺起来，尽量去把它拍响，去试一试。如果能拍响的话，证明你的整个肩膀的活动度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反复的先练习上拍后拍，就这样去拍啊，慢慢的去拍。当你拍着拍着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后下拍手就这个地方拍起来变得更加容易了。头往上看啊，在活动的时候，你能感觉逐渐的打开了你的肩膀，打开了你的颈部。然后当你感觉这个手拍起来没问题了，我们开始配合脚底的动作。往上拍手的时候是踮脚，
踮脚往上下的时候，利用这个惯性往下方去拍。来，侧面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做的时候切记有一个错误啊，很多人常犯，就是什么头会低，低着头这么做，坑着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他这头往下低着，他后面的手好拍。所以我们做的时候，你注意你的眼睛，眼睛就往斜上方看。往斜上方看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担心你头会低了，因为你的头会跟着你的眼睛走。啊，我们就这样不断的去拍，每天多少下？200下开始，先开始去争取做到200下，就是数到200下就行了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随着你做着做着，你的肩膀会发酸，然后逐渐的啊，100下、150下开始感觉酸的越来越厉害了。没有关系，咬着牙坚持去做。如果说你实在是坚持不住，那么你今天的目标，比如说定个100、150，然后慢慢的往后积累，每天坚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做上200下。200下是一个入门。做完200下以后，哎，你慢慢的就会感觉你的胸怎么样？首先会打开。做完了以后，胸会打开，而且活动一下肩膀，肩膀会打开。在上下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小腿有很多人很沉，每天就这么踮脚。200下拍手的话，其实这个脚也踮了100多下了，就这么去拍。拍完以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腿和脚啊，这个循环啊状态都会变得很好，腿脚也会有力。所以这个动作咱们分享给各位中老年家人朋友们啊，每天去做，每天拍手200下，就这样，你只要坚持7天到14天，只要能够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你整个状态开始逐渐的往上走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视频啊，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是一个非常棒的锻炼动作。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没有点关注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。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有没有因为眼睛不好而烦恼过？年轻的时候啊，看东西清清楚楚，到了中年以后啊，突然某一天发现，手里拿的这些小字啊看不见了，需要拿得很远才能勉强的看清楚。随后啊，越看越吃力。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，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这里啊糊着一层白的、黄的这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。有的朋友啊看东西啊，不仅模模糊糊，还会有这个小柳絮啊飘来飘去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么今天啊，我教你一个开天睛的方法。我们说天睛藏于目，把这一道天睛给它解开，解开完以后啊，你的眼睛啊会特别的明亮，看东西的进光量会增加，非常的棒。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，大家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然后咱们接着来看动作。那么这个开天睛的动作怎么去做呢？你记住，天睛啊，它藏在我们的眼窝当中，它就沿着我们的上眼眶这条线啊，你们去拨，慢慢的你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凸起的小圆球。我们可以这样用你的大拇指啊，注意这里一定要把指甲修干净。如果没修指甲的，那么我们就是反方向用你的指腹这么去抠啊。如果你是指甲比较干净的，就和我一样，你看用你的大拇指指甲盖，然后贴进去啊，你看这样贴进去。贴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微微的向内按压一下，然后往上去提，往上去顶，顶到上面顶不动了以后，你在这个里面慢慢的拨，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指腹之上，然后你去在里面拨，去找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左右横拨也好，上下拨也好，你能摸到一个凹凸不平的点。就这个点很重要，我们就是找到这个点。如果说你没有摸到怎么办？没有摸到的话，你就贴着我们的鼻梁往上去顶，顶着里面以后，然后你就画圆就行了，去画一个圆。这样的话呢，范围稍微大一些，你可能已经触摸到了，但是你感觉不出来。拨到了朋友，你就围绕着这个小点，然后去转。啊，你看，我们从正面看，就这样去转，微微的转啊，去转开。我们2个手啊这么去做，把它慢慢的转开。其实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每次大伟给大家演示啊，都做半边？因为做半边以后，你看我点完以后，你们看一下，眼睛睁开来，你们能明显的发现啊，2个眼睛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我做完是什么样的，你们做完也是什么样，你们做完也能感觉到明亮。把这个点找到以后，我们去转上一个5秒到10秒就够了，这是一个总开关。什么叫做开关？你记住，开了它就通了，关了它就堵了。当这个地方你转开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，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弧度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弧度是什么？你往上面一贴，
刚好是贴住我们上面的这个眼眶啊，你看贴上去，贴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搓就行了啊，就像一把小锯子一样，眼睛闭着啊，然后这么去搓。搓的时候啊，不要反复的去，如果你做的时候反复的去拉扯你的这个眼皮是不好的啊，我们就点上去，这么去搓，反复的去搓，搓上多少下？搓上一个20下左右。做完以后，把眼睛可以睁开来。我这里简单做一下啊，大家可以记住20下左右。做完以后，把眼睛睁开来，你再感受一下，你的进光量完全不一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2个眼睛的变化，这里是做的，这里是没做的，你看是不是一个眼睛大，一个眼睛小，一个眼睛进光量足，一个眼睛进光量明显就弱啊，这个就是差距。你们自己做完，你们也有这样的感觉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再带着大家把另一边做一下，我们当做复习啊。用这个手指，你看点住这里，你看我们往上推。如果你找不到，你用手这么去抠啊，小钩子这么点上去，这么去抠，这么去转也行啊。但是我建议大家指甲修好以后，这么去怼着往上去点。点着以后，你这么去慢慢的画圆，轻轻的画，不要用力。找到一个凸起的小球球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去绕上一个5到10秒钟，就这么去做。做的时候切记不要对你的眼球，就是你的眼珠子啊，不要有任何的挤压。我们手是离开来的，我们只是作用于上面的这个眼眶部位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转5秒到10秒就可以。转完以后，有的朋友会感觉啊里面哎呦呦的啊，里面感觉有些疼，有些感觉啊，有的朋友做着做着会流眼泪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你记住这个地方，我们讲通则怎么样，不通则怎么样。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个记住，然后再拿你的拇指，你看这个地方直接贴上去啊，像拉小锯子一样的，就这么去拉啊，拉上一个10下、20下都可以啊，左右要对称。那么我们做完以后再睁开眼睛，2个眼睛就怎么样，就亮了啊！这会儿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差距之间变小了？所以呢，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我做完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们做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可以2个手这么做啊，两边这么做，一共连头带尾也就30秒钟到40秒钟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什么叫做好的动作？好的动作就是你做完以后，体验完以后，你自己都会感觉很惊讶的一种，这就是好的动作。它能够服务于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。这个动作把它记住了，它以后就会给你带来大忙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。如果你感觉记不住的，或者是你感觉这个动作里面细节比较多的，我自己容易忘记怎么办？点上收藏，把视频收藏下来，然后接着看着视频，跟着我去做2、3遍，你就记得。感觉视频讲得好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大拇指，点上一个赞。我是大伟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